臭小子，还换了个地方睡，不像个样子。拿好你自己的剑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你要教我剑？这不是很显然的事情吗？我不要你教我。怎么，还看不上你老子了？你看看，这剑如何？仙宫品的剑，自然绝顶。自然就是了。我既有仙宫品的宝剑，那自然要全天下最厉害的人来教我。我听说如今世上最厉害的人乃天启城稷下学堂的李先生。我去不了天启城，找个差不多的人来教我吧。臭小子！我说过，剑客的剑不可以随便离手。还我！还给你了，你倒是用啊！哼，我用。你这也叫做用剑？哼，再来！来什么来？你先学会怎么拔剑吧。哼，这不就是拔剑吗？这才叫做拔剑。这便是我所习的瞬杀剑法之起势。师傅教我的剑术，我只不过才练得皮毛，但是我却记得他跟我说过的一句话：刃出必有因，归鞘必有果。剑气如惊雷，雷息杳无音。你要记得，你出剑是为何而出剑。从今日起，你的衣食住行皆在这后院解决。等你的拔剑术练到能将这个稻草人斩为两截的时候，你才可以从这里走出去。不就拔个剑吗？还挺帅。我就想不明白，为什么我们非得特意换上这身衣服呀？因为先生说过，白衣胜雪，公子如玉，这才是学堂应有的风范。我和你可不一样，我最讨厌穿白色了，主要洗起来麻烦，而且你知道吗？若是真的染上灰尘的话，那就和先生口中的公子如玉四个字一点都不搭样。先生早料到你会如此抱怨，他让我告诉你，这叫仪式感。你和老侯爷把东军藏在后院练剑，只是为了躲那一个人吧？学堂小先生。这个小先生，可不只是学堂小先生啊。那区区一个后院，还能藏得住东军啊？哎，
他要是真的一剑，把那个稻草人给砍了呢？就算他再有天赋，短短几天内根本摸不到拔剑术的皮毛。没有内力作为根基，给他1个月也不够。若是他已有内力呢？九爷，这怎么可能啊？世子，何事如此着急？薛汤的使者到了。这位，应该就是镇西侯世子百里成风吧？他就是百里东君的爹？他可是个厉害角色。世子爷，小先生，久仰。内力？东君怎么会有内力？他似乎还不知道。能在人不知情的情况下，以酿酒作为掩盖，为其打下内功根基，催生功力。这也许就是父亲所说的鬼道吧。小百里，还能藏多久呢？怎么样，还行吗？可是小公子，这稻草人没变化呀？怎么可能？能连一点变化都没有呢？不应该呀！我明明用了很大力气啊！这什么破剑呀，还仙工品，连个稻草人都砍不动。不拔了。哎，小公子，这次可不能再出去了。上次世子爷就已经起疑心了，这次我再把你放出去，咱们是一伙的，这事儿就露馅了。行，那我不走，你让我爷爷过来救我。可是侯爷早上已经来过了呀。我爷爷来过了。嗯，他还在外面看了一会儿，说了句不错，就往军营去了。就连我爷爷都被收买了，好，气死我！哎，瑞儿，那你说，我从这个院子里出去最好的办法是什么？把瑞儿打晕，强行出去，或是练成拔剑术。萧公子，不就是拔剑吗？拔！
这位是？我也是学堂的弟子，不过呢，我不是这次的使者。这次我来黔东城，不过是想找个朋友叙叙旧罢了。世子爷，您就当我不存在就是了。这是我的一位师兄，江湖出身，说话一向如此，世子爷见谅。原来也是李先生座下弟子啊！千万别被那老头的名号给唬住，他呀。 不过就是一个又普通又矫情的老头，你知道有多矫情吗？我也不乐意带这玩意儿，但没办法，学堂的规矩。世子爷，千万别怪罪。严重了。不知小先生这次来黔东城，是想带走几个人？若是小先生，他只想 带走一个人。学堂果然严苛，小先生千里迢迢来到我们黔东城，就带走一个人。世子错了。哦，错了。世子，我问你，我们北离国一共有多少座城池？大大小小。 163处，学堂最少的一年入了1个人，最多的一年入了6个。天下之大，不知道有多少人都慕而趋之。况且不论天下，单论这天启城，就有无数的世家贵族、江湖游侠前来拜学。所以，我要从黔东城带走1个人。这个数字不是少，而是多。 太多了。若是没有呢？那就只好劳烦世子随我回一趟天启城了。世子的天赋，先生时常称赞，就是年纪大了些。哎呀，不拔了，不拔了。 累死了！哎，给人再拔，给人再拔。好。 瑞儿，把我酒拿过来。侯爷回府。镇西侯爷，请坐。 两位千里迢迢来到我镇西侯府，还带着那薄纱，难道不想让我看到你们的脸吗？此次来镇西侯府，我只代表学堂。我听犬子说。 今天小先生来意，我破风军内确实良才不少，待会儿我一一安排，让小先生细细挑选。不急。哎，怎么没有见百里小公子啊？哎呀，我这孙子太顽皮了，前天去了城外玩。小先生。 你就不用搭理他。你先别说话，听我说。我呀，我不是不会拔剑，我只是不想拔剑，懂吗？干！
我的剑呢？剑。小公子，要不今儿就算了，我去和世子爷说，也不用。时间刚好，我感觉我浑身上下充满了力量。小先生，客房在这边。你有没有感受到一股很强的内力？春风吹过这次最耀眼的场，跌下的巴黎上，为我在停止破晓，那人这分明为我脚步的模样，血液滋来的鼓唱，穿行在天灵之上。竟然！为我将护了梦想，他应该听你之声。我们终于见面了。哦，我们见过。你是谁？我姓萧。在下百里东若君。我知道。关于学堂之事，我想，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。世子殿下，方才小公子那一剑很好。终究是没有拦住我。其实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，藏不住的。区区10日，东军的剑力怎么会增进到这个程度？难道真如你所说，他体内有着一流高手的内力？瑞儿，世子爷，小公子在拔剑之前做了什么？小公子什么也没做，只是喝了酒，喝了好几个时辰，把他窝里藏的所有酒都给喝光了。和上一次在明剑山庄一样，他也喝了不少的酒。看来，在他处于晕醉状态的时候，他体内的那股力量就出来了。都是那人所为。既然作为小先生的事情已经完成了，那么
我也该去完成父皇交代我的事了。我随你同去吧。你呀，还是在这里看好我们未来的小师弟吧，免得他又被藏了起来。儿子无能，还是让他发现了东军。他就只看了一眼就走了。侯爷，世子，小先生已经离开侯府，往那个院子的方向去了。他已经开始行动了。他已经表示清楚，这次只是为学堂之事来我镇西侯府，那就表明陛下根本没有为这西楚如仙向我发难，也只是派他最信赖的皇子悄悄把如仙这个事情给解决了。程峰，等他们进了宅院，多派一些人封住所有出入口，无关人等不能进出。稷下，你为学堂而来。晚辈也想是为了学堂而来，但很可惜，我来这里是为了朝廷。若为朝廷，当如何？先生是西楚余孽，理当收押，交由大理寺治罪。这件事可以交给很多人办，地方督府、大理寺、太子直率的隐卫司，为何会交给你一个学堂之人？我猜，你的身份一定很特殊。你姓萧，他让你来，是为了让你累积功勋，累积抓走我这个西楚余孽的荣耀。先生，果然是与师父齐名之人。你在皇子之中排行第几？第9。身为练剑之人，晚辈敬仰先生，但这和我要带先生走是2件事。你觉得你能够带走我？晚辈想试试。对了，我叫萧若风。好，萧若风。只是如此，学堂李先生所传的剑术，就只是如此。我师父有一剑，叫天下第2，他的剑我学不会，亦挥不出那天下第2，但我也有我自己的一剑，剑名天下第3。
一个天下第三。那便请先生示我一剑。舅舅，你怎么来了？睡得可香？别来无恙啊，小东君。雷大哥，你怎么也在啊？哎，等等，我刚刚睡着前是不是遇到了一个人？他跟我说他姓萧，难道是我做梦了？他是九皇子萧若风，也是学堂小先生。此人是来找师傅的。哎，你很聪明，但此人也是来找你的。我要去找我师傅。哎，你终于肯承认你有这么个师傅了。我必须要去救我的师傅，哪怕是拼上我的性命，我也要去。舅舅，我给你10坛梅书香，你放我走。20坛松林雪，30坛净水月，外加这柄不染尘，一起给你。剑我就不要了，哎，但是你刚才说的那些酒，1坛都不能少。走。卓墨公子，你是要拦我们吗？我记得他好像是逍遥天境，我打不过他。与君同行吧，嘿。剑士。你们2个填护。这样的你，凭什么带走我？见过先生，方知何为云泥之别。是若风狂妄了。少年人理应狂妄，理应不惧。你是个好苗子，我不会杀你。我时日不多了，对你们北离造不成什么威胁。此生最大的愿望，便是将我的剑术传给我的小徒弟罢了。那北离便更不会放过你，毕竟您的徒弟姓百里。谁？无法无天。我一直都对一件事情很有疑惑。既然你们都知道我的身份，那么凭什么以为自己能够带走我？
当年你以1剑赢万甲，西楚国破后，世人也以为你早就剑折身死。这种情况下，即便你苟活下来，想必也会受到极其严重的内伤。设若你依旧如当年一般功力高深，那为何这么多年你不现世，又为何不为西楚报仇？所以，虽然你还活着，想必你的功力也不是当年那般了，是吗？畅言小计。已是许久，未曾真正出剑。父亲，你来干什么？我来救我的师父。你知道你的师父是谁吗？他究竟是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永远都是我的师父。我确曾身受重伤，但这几十年间，我已重续经脉。今日拔剑，愿求一战。卢仙，你死到临头了，还敢虚张声势？卢仙，乖乖跟我们走吧。前东城小霸王在此，谁敢伤我师父？你受伤了？先生对我留了手，无妨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温家温壶酒来晚了。又是你们，阴魂不散。尊师，他便是拥有天生五脉之人。看来今天的收获还真不少啊。东君，退下吧。你现在还打不过他们。如仙，且慢。这两个人不是什么善茬，先生的身体瞒得过别人，却瞒不过我温壶酒。只怕此战之后，多谢你。不过或许这是最好的两全之法。路已走到这儿，就让我回忆起年轻时的力量吧。
已学会西楚剑歌，问道于天。如今，师傅教你他的下半部分。看好了，他叫大道朝天。明月落雨滴，得成仙人场。仙人欲何去？遥指蓬莱巷。此乡因何有？玉石碎琳琅。千金琉璃盏，美人系腰蔓，所欲皆得偿。仙人得闻后，四顾空茫然。弗然震剑环，碧血尽残阳。原来，这才是传说中的绝世之剑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以为只要练了绝世剑法，就能纵横世间。后来才发现，当拥有绝世剑法，便需担起承天之责。遗憾的是，最后还是没能护住我的故国。东君，大道朝天，你要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。等你找到了自己的道，你就一定会像你所说的那样，名扬天下。师父。5年之内，你们绝无恢复功力的可能。如仙，你为了你这一剑，值得吗？或许，我还有第2剑。哦，这是。今日得见先生，方知天地之广阔。年少从心交不如坦荡，问出是一道光。师父。
您怎么了，师傅？诸位，能不能给我和我的小徒弟一个单独相处的机会啊？先生，再会了。小白梨，替我向你娘辞别。明年春日再过来找你饮酒，保重。师傅，东君，陪师傅喝上一杯。这些年来，多谢你的陪伴。东君，替师傅去一趟天启城吧，酿一壶桃花月落，挂在天启城最高的地方。不，师傅，我带你去，我们一起去。您亲自挂上去好不好？哭什么？师父早就是应该死的人了。当年是师兄用自己的命换了我的命，可即便如此，我也只是强弩之末，全靠一杯药酒续命罢了。东君，人呢，只要背负的太多，就不那么自由了。说来也是矛盾，我既希望你可以自由自在，逍遥不羁，也希望你可以名扬天下，成为真正的英雄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是你要活着看着我名扬天下才可以。东君，是龙终究会腾飞，是英雄，光芒便藏不住。不管师父在与不在，都没有什么影响。不，师父，还记得你第一次闯进这院子的时候，我便觉得与你投缘，想都没想，便收你做了徒弟。可谁曾想，你就是百里洛尘的孙子。不过现在后悔也晚了。我这一生从未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，只有那天是个偶然。你是谁？如何到的这里？抱歉，抱歉，我不是故意闯进来的，我是在躲我家里的人呢。他们不知道又怎么？
给我请了个先生来教我，跑着跑着就跑到老爷爷您这里来了。现在想来，这便是缘分吧。师父。 这是凤凰树，是西楚的国树。可凤凰非梧桐不起，纵然是什么人世如仙，没有了西楚的土地，便留不住这凤凰。 你能识酒？我可是以后要做酒仙的人。东君，人生注定会充满了离别。你这一生。 还会经历许多这样的离别。我拜先生为师，请先生教我酿酒。再见了，我的徒儿。师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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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师父。 师父，师父，师父！父亲，师父，师父！东君他，放心吧，今日以后他就懂得什么叫真正的江湖。 恣意飞扬的八公子不是真正的江湖，剑林的剑客风流也不是真正的江湖。师父，师父，只有今日他所看到的这一切，才是真正的江湖。回去疗伤吧，我们在家等他回来。从此以后，
这世上便再没有这样一位可以风华动天下的儒仙了。无论敌友，这都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。其实，他本可以不死的。是啊，他本可以不死。他已是油尽灯枯之躯，可若他不出那一剑，便可以再多活数年。可他不愿重燃战火，亦不愿背叛故国，甚至不想连累镇西侯府，所以他故意赴死，为的是破局。我们可以想得更简单、更浪漫一点。啊？或许，这就是一个老先生对他徒弟的教导与爱。你虽然经常说一些废话，可是刚刚那句说得很好。哎，你是不是又讽刺我？没有。行了，老七。话说你奉命调查此事，但如今儒仙已逝，以你之能，应该已经想好了如何去禀报，既能抚平你父皇的担忧，又能保住这黔东城的安宁。那我们现在，朝廷的事了了，现在只剩下学堂之事。不知道侯爷可考虑清楚了？一定要东君吗？是啊。我可只有这一个孙子。侯爷，我知道您的顾虑，但是我对您说过，我此次来见您，仅仅是以学堂小先生的身份，这与我前些日子去寻古城先生是两回事。我想要百里东君，也仅仅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家师一直苦等的最后一位弟子。我这一辈子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孙子。我的愿望就是让他远离纷争，一辈子在黔东城无忧无虑地做富家子弟。为什么你们非要把他推进深渊呢？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吧？大胆！你说什么？不是不让你说话吗？我是说，只有傻子才能一直无忧无虑的。每一个人都会长大，人只要一长大，他就不可能无忧无虑的。他不久前才亲眼见到自己师父的死，你觉得他有可能当做什么事儿都没发生过吗？不可能。况且他现在是西楚剑阁唯一的传人，全天下的剑客都把他当作目标。你镇西侯府能护得了他一辈子吗？若论剑术，就算学堂高手来了，我也不惧。内子承袭温家毒术，放眼江湖，又有几个敌手？他要练武，在我们这里便是，即使学到8分，谁能害他？学堂李先生如何？那你就让李先生来跟我说。他这个人不讲道理啊！我若讲道理，还能生出这样的儿子来？世子，其实我觉得师兄所言颇有几分道理。哼，在黔东城学剑，他永远是那个万人之上的小公子，纵使学有所成，不过是一柄漂亮的剑罢了。未经生死，徒手可折。况且，百里东君似乎被一伙不明人士给盯上了。昨日我们便是在古城前辈处遭到了那伙人的袭击。那伙人来路不明，但是武艺高强。他们不但想带走古城前辈，还想带走东君。
如此前有狼后有虎的危局，你们能护得他一次，还能护得他几时呢？昨日我也听程峰说过了，这帮人套路确实诡谲，颇为难缠。世子，当年世子学剑也是离家千里求学，难道偌大个镇西侯府中再无高手可教了？天启城的确是个吃人的地方，但是天启城也是少年们展翅腾飞最佳之地。我相信百里东军。你说的有道理，但我不同意。这样吧，我们问问东军。父亲，侯爷通礼。王爷，世子，不好了！刚刚小公子抢了马，跑出府了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跑得好，跑得好！侯爷，如果我是执意不让他去天启，我又何必面上虚与委蛇？他去哪儿了？出城了吗？没有没有，公子说他要踏遍黔东城。失礼了。行了，我们去看看。驾！小公子，今日去何处玩啊？今日哪儿也不去，准骑马。刚出炉的红枣糕，小公子煎好了。这，小公子，你要骑到几时啊？骑到落日黄昏，骑到月升星落，骑到身下这烈风居，踏遍黔东城的每一片土地。驾！头儿，追不追？追！驾！吁，慢慢的追，千万别追上我啊！头儿，你又追上过几次啊？其他时候我不管，但这一次，一定不能追上。这一次，让我们跟在他的身后，做一次他的护卫。真是一匹不好驯服的野马。看来去不去天启，东军已经有了答案。有的人就是这样，参军可以当将军，苦读可以中状元，若是西路，可以做那绝世的高手。不必问他能做什么，只看他想做什么。有这样优秀的后辈，侯爷和世子爷还担心什么呢？九王子殿下，但是你把东军带走，可真的只是为了学堂之事啊？只为了学堂。好，东军此去天启，不要牵扯到任何朝堂之事。你可否答应？侯爷放心，我萧若风愿以性命担保。多谢。不错不错，给我畅快。有我当年和顾剑梅一起马踏天启的风范了。么，世子妃，有什么事儿吗？
世子妃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自创的毒，叫做温香暖玉。若是东君学成归来，安然无恙，我便给你解药；若是期间出了什么意外，放心，中了我的温香暖玉的人，会死得很舒服。我来了，天启！副将陈升，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我方将士盼望小公子学成而归。司空长风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上山去打架了。你看你这架势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小药童的样子呢？我不是小药童，新百草，你再这么叫我的话，小心我一枪给你打晕过去。你的草都给你采好了，自己检查吧。哎呀，嚯，果然有学艺的天赋啊，挑的半点都没差。按照我说的分量，自己去熬了吧。什么？这草我自己摘，药得自己熬，这病看得够累。你付诊费了吗？没付。没付诊费，当然要自己熬了，自己动手。哎，哟，这药王谷里还有信鸽呢。那当然，不过这封信是给你的。给我的？司空长风还活着吗？哼，这人说话够直白的呀。还活着的话，别来黔东城找我了，我去天启城了，有机会来喝我新酿的酒。没了。这人挺有意思的，他是谁？他呀，他就是我跟你说的镇西侯的独孙，百里东君。不过他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黔东城？他的家人不是不让他去天启城吗？信上是什么也没写。看来你很关心他呀。那是当然，他是我好朋友。哈，那行，继承我一半衣钵后，你就可以去天启城了。年轻的时候，谁都想去天启城，也谁都该去一次天启城。那里是龙蛇盘踞的地方，也是少年人乘风入天的地方。照你这么说，你年轻时候也去过天启城？哎呀，那个时候，皇帝生病，太医院治不好，3天杀了10几个太医。我师父就派我去出诊，屋内是快死的皇帝，屋外是随时准备拖我出去砍头的长刀侍卫。可是我握针的手一点都没慌。后来皇帝的病治好了，我说过，只要人没死，在我这儿都能医。有意思。我也一定会去天启城。
你知道他为什么不肯进来马车里坐吗？他不是说了吗？他和人约好了，要看看这沿路上的大好河山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？这种理由你也相信？还不够明显吗？你想想啊，你千里迢迢从天启城跑来抓他的师傅，现在他的师傅死了，他难免会把这事怪到你的头上。你这么一算下来，就是他的杀师仇人。我抓他的师傅，和他的师傅死了，是两件事。如果连这都分不清的话，那他就不是我想要找的人，也不是师傅所需要的弟子。得了吧你！你想想啊，他再怎么说也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孩子。你以为人人都跟你似的，18岁的时候心思就那么心思就那么的细腻啊？越过前面这个山坡，可就再也见不到钱东城了。我小的时候觉得钱东城很大，怎么也逛不完。稍微大了一点呢，就觉得钱东城也不是很大，骑上个小半日的马也就到头了。现在看来，钱东城确实很小，小到我再走远些，便再也看不见了。那有好好的跟父母告别吗？我父母他们不肯见我，说要见就等几年之后回来好好的见。只要爷爷和我说了些话，他说若是我受了欺负，就传信给他，他便会带上破风军，马踏天启，来给我出气。侯爷是真豪迈。我是不会让他那样做的，那样不就是谋反了吗？所以，在这天启城里，我一定会好好的。传回钱东城的，也只能是我名扬天下的好消息。